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开满油菜花的村子，便是位于中国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的仁等村。这是我们在2025年2月自驾贵州时，于沿途中意外遇到的风景。同行人是贵州朋友南希。当时我们真正的目标是平塘的贾青冰旧群，但在路过这个村子的时候，看到了这边有大片大片的油菜花田，于是就把车停了下来，到油菜花田里逛了一圈。在做视频的时候，我大致查了一下仁等村的资料，发现这是由4个村子合并而来的。村里的总耕地面积是4000多亩，油菜花田就占了一半，有2000亩左右。看来这是他们的重要经济作物。而对于我们这些游客来说，虽然这里不是景区，但2月的油菜花海仍然是非常的漂亮，尤其是在航拍视角之下，群山下的村子和田地就更加显得如梦如幻，非常值得我们去看。大家好，我是徐工。大家好，我是南希。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贵州独山县的仁等村啊，这是我们自驾去平塘的时候，然后在沿途中看到这儿开了很多油菜花，我们就顺便下来看一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这儿。小道上来了一辆车，不太好会车。哎呦，刚好擦身而过。哇，太不容易了。喂，这是我们自驾去平塘的贾青冰旧群啊，途中遇到这么一个村子。南希，这个村子叫什么来着？我又忘了。仁等村。什么？仁等，仁义的仁，等待的等啊，仁等村。这边有很多很多的油菜花啊。现在是2月中旬，这是油菜花开的正盛。我们进去好好溜一溜。好，这是一片油菜花田。来，徐总，你走近看。哎，怎么了？这个就是经常跟你讲的这个角角。角角。哎，这是油菜花开嘛，这是油菜花。然后这是它开花之后它结的这个角。哦。这角里面油菜籽在里边。原来是这样。对，我经常跟你讲，你没看到这个油菜籽在哪吗？它这个角到时候就是跟豌豆一样，或者像那个红豆，它是这样结籽的。然后这个角现在很嫩，就很嫩。然后我们家拿这个去做腌菜，也很好吃。然后等它熟透了之后，那个籽会自己爆出来吗？爆出来就掉地上了。哦。对。所以在等它爆出来之前就把它摘掉。把它割。哦。不是摘，太摘，你一个个摘吗？它是全部收割之后拿到那个我们全部堆在家里的那个晒坝，你知道什么叫晒坝吗？不知道。院子啊，很平的那个，就那晒稻谷的地方。哦，我明白了，就是我停汽车那地儿吧？对，就是其实我家大门口那个地方啊。然后就那地方，然后就给它捶，然后那个籽就掉下来了。然后就拿这个籽在晒干之后给它榨油，就成了油菜，就成了菜油。好，这是油菜。好，这几个带小尖的是粮仓吗？什么粮仓？是稻草堆。哦。就是我们那个稻谷收了之后。就是那个稻谷的那个杆儿，就是稻草嘛，稻草给它堆起来，然后以前是家里面，盖房子的时候用茅草，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它就是这个稻草，然后呢，我们一般就是给它放在给牛圈里面、猪圈里面，给牛垫的，然后但是牛一般也会拉一些东西，所以就变成了粪，就是稻草很多东西就是做粪的，然后再轻一点的时候是可以喂牛马的。草料嘛，再轻一点明白了。其实它现在已经很干了，这个稻草现在很干了。但是刚收，可能刚过1-2个月的时候，那个稻草还是可以给那个牛和马吃的。晚上给它搞那个草料。正常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太多人喂牛马了，所以就这么堆着。有的时候给家里面，我小时候还睡过这种稻草床。你睡过？我没睡过。所以说差异有点大吧？是吧？就我们小时候就拿这个稻草，很小的时候，我们家还住那个土房子的时候，就拿这个稻草去铺在床里面，然后就睡上面。尤其是新鲜稻草的时候，能闻到一种稻香，就稻草的香味还是很好的。用这个铺过屋顶吗？铺过屋顶，就茅草屋嘛。茅草屋就是这种稻草。就我们刚刚一路走来看到牛嘛？对，看到好多牛。对。牛在我们农村这边是很重要的这个劳动力，它是很重要的劳动力，比如说我们家那时候就每天那有一段时间就这个偷牛的这个现象非常的
猖狂，应该大概是10年前，那会儿我妈妈他们每天就能睡在牛旁边的那个再搭个小房子就盯着。然后我们那个村当时就组成了一个自卫的巡逻队，就每天巡逻，就怕到时候如果说有谁家的牛被偷了，喊一声，然后全村的人就是追这个牛。我记得应该是10年前13还是14年的时候，我们家的牛被偷了，大概是凌晨2点的时候，然后我妈就吼了一声，然后全村的人就拿着锄头，什么各种镰刀，就去追。然后那个牛，我们家在大道上，你知道啊，我们家在国道上，那个牛已经被追上车了。我去！我们直接摩托车开干，然后就把这个牛给追回来了。但最后它是跑了，就是说牛在这儿，车也在这儿，但是那旁盗贼已经跑了。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我忘了，就是我妈跟我讲过这个事儿。牛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劳动力，但是现在村里面基本上很少有养牛的。是牛应该很值钱的吧？一头牛成年的牛的话，在10年前保底估算也差不多1万块了。哦，对，现在至少也是1万多吧，应该也差不多。对。然后那个时候放到现在也是一大笔钱。我小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上山放牛。然后我就是一般拿着一本书就山上看。然后牛就把那个人家的农作物什么苞谷啊，就是玉米嘛，把玉米啊，把辣椒啊，把那个秧田给吃了，然后就被骂了好几回。对，就是那种上山放牛的感觉还是很怀念的。现在已经没有了。就现在大家都不种田，不种田的话也就不养牛了。没见过，我没见过，没见过，对。哦，是直接倒下去吗？这是粪。你看那土房子，就是跟平房是不一样。对，不一样。但这个平房其实也是他们住的。就我家很小，大概我上小学之前，我们家还住这种土房子。但这种土房子很危险。就你看那种木房子，可能100年的文物，好吧，它还有人在住。但是100年或200年土房子住不了的。你看这个裂开的，就我们家那房子就是因为危房就被拆了。哦，然后改成了现在这种平房。对，平房现在自己建的。仔细看这个土房子的问题，不止下边的裂纹啊，看上边，屋顶还缺了一块，然后只剩下那些个用来架瓦的木头啊，然后这块其他的连瓦片都没有了。这个土房子刚才我从正面看的时候，感觉它目前是不住人的，可能是当储藏使用。透着窗户看就感觉里边有东西啊，但是那个门上没有对联，我直觉推断它是不住人的，不像旁边那个土房子啊，那是住人的。看那个它也有裂纹，就有一些修缮的痕迹。我们切近了看，看见没有？我感觉这些个也是裂纹，但是经过修缮了，这样的话就可以住了。哎，你看这房子，就是我小时候住过的感觉了。就土房子，然后家里的门是木的，然后窗也是木的。下面估计还有个土炕，然后就可以烧火。那不叫炕，叫土坑。现在这房子肯定还是住人的，我判断的标准就是，这个房子上如果贴着春联、贴着门神，肯定是里边有人住的；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大概率就是不住人的。看这个榜，你猜看是啥？放是什么执事榜？那头俩字鱼？我怀疑是中规，不知道。我认不出来头2个字。对，但这个他一定是一个办酒席的一个总务的负责人。就是你看它上面总务啊，什么厨房啊、收礼啊、上菜呀、上酒、调饭、接客都有相应的负责人。就我们这边办酒席，农村办酒席，它都是在村里办的。就你们城里可能会在饭店里，对，在饭店里，我们不是，我们都是每家每户就在村里，然后所有村里全村的人都是你的帮手。然后什么猪啊、牛啊这些东西都自己宰杀的。然后现场就在那有人负责做饭，有人负责卖菜，然后你家办酒席是全村来帮忙。然后这样的话，包括收礼什么的都在。原来是这样。看路边的有些个建筑啊，这上面的梁架能看得很清楚，它这个山花面上面没有彻底的封死，也就是在南方可以这么盖建筑，在北方可不行这么盖。北方那个凉风一吹进屋里，人受不了。但是南方 OK， 看下边这个墙挺新的，这肯定是住人的建筑。这是一个什么？是墓碑吗？不是，这是个指路牌。看它也叫党建碑。这种指路牌在农村非常非常常见，尤其是在那种山岔路口。对。然后你看它写的是长命富贵，你看它告诉你啊，什么上走就在一个村寨，然后下走就是另外一个地方，它会指着你，比如说往上走者觅出平塘。对，下走那就出下祠。
然后呢就是谁立的信徒啊，然后2000年，它这种它其实也是做功德，对，做功德，因为我比如说我们到这儿我们不知道路了，然后网上看一看，因为现在以前你看这是20多年前，以前是没有那个牌子往哪指的，是，所以他们做这种来做一种类似于功德的东西啊。大多数情况下可能说你去看一个算命先生说你可能需要做成事儿，然后就可以搞这个东西了。那也有的人是出于那个就是想做善事。这叫古人今人各有其法，各自有各自指路的方法啊。现在我们用的是路边的路牌以及我们自己的导航系统，在没有导航的时代，这些东西能够给行路人提供很大的帮助。村子里的人情味可不止这一处。刚才我们去到村委会附近上厕所的时候，偶然碰到了2个看起来很像村干部的人，他们特别热情地欢迎我们，还邀请我们进办公室坐坐。不过我们行程太紧了，还得紧急奔赴下一站，就婉言谢绝了。这也是我们本次行程中第一次被村干部现场欢迎，而且其他的村民态度也都特别友好。这个村子风景好，和人相处的氛围也好，很值得我们去逛一逛。那将是一场快乐的看花之旅，而这边的看点又何止是油菜花而已。村中的那些老屋子，那些夯土墙与木门木窗户，都是封存着回忆的时空胶囊。一看到它们，就会勾起很多回忆来。其实我是在城市里出生的，几乎没在农村生活过，住几次也是蜻蜓点水，所以我的童年生活与农村的生活本身是没有交集的。但问题就在这儿了，每次我看到这些老屋子和田地，总会觉得莫名的熟悉，好像我自己曾在这里待过很久一般。这回忆本不存在，却又显得非常真实。不知有没有其他人和我有过类似的感觉？可能这是前世的记忆，可能是基因里流传的血脉，可能是我们的生活有着很多的共通之处，才会让人出现这种五味杂陈的共鸣吧。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订阅加小铃铛，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